我让你仔细些，仔细些，你就不听，掉了这么多花瓣，人家府里不要了，你说怎么办？对不起，老板。哎是你让我说你多少次啊你？哎呀，你这个人呐，你。你好，你是采买鲜花的老板吗？是。周夜周公子跟我们说，想要买花就来找你。哦，您府上要订花啊？我们的花草都是大清早从城郊运回来的，新鲜极了。我有一言，不知老板愿不愿意听？您请讲。花草原是极其干净清新的东西，大户人家家中摆放鲜花，无非图一个雅字，可您却将花像柴火一样运来。若我是做主的，恐怕这花我就不定了。我劝老板不如多费费心，把这些长长短短的枝子好好理一理，再按照花品搭配成束，这样一捆一捆送到各户人家，大户人家接了花，便可直接灌水插瓶，既雅致又便宜，还显得老板是个细心的人。夫人啊，您说的呀都对，可我做这花草生意儿小力薄，哪还有钱去雇人做那些精细的事儿啊？明日起，我可以带人来帮你分拣花枝。遇到像这样折了枝的，也不必浪费，我们可以做成花篮，或买或赠。我保证不出10日，找你订花的人会越来越多。至于工钱，我们分文不取，只要你答应，让我们每日把这些筛选下来的残花带走即可。当真啊？这笔生意，老板稳赚不赔，您做还是不做？做，当然做了。大姐姐，这就是我们要买的胭脂。如今还不是，等制成了就是了。鲜花娇贵，每日的消耗不在少数。我们把这些残花和花瓣带回家中，捣成枝子，自己蒸晒调配。等制成了之后，攒上1个月，也够店里卖了。这样还省去了每月买现成的香料和香粉，本钱可以省下一大笔。少夫人，我还以为是你订的胭脂到货了，喊我们过来搬运呢。那样的话，辛苦这一下子也就完事儿了。没想到是这样。我年纪大了，不要脸面。可是玉照跟玉英那可是你的亲妹妹呀，这一大清早抛头露面的出来做苦力，这以后还怎么嫁人？就算是使唤奴才，这月钱也得单算吧。娘，我愿意做。姨娘说什么呢？怎么就叫使唤奴才？我就是打个比方啊。好，既然姨娘想跟我算账，那我们就好好算清楚。如今，天下的粮食都在被人疯抢，幽州是最稳当的地方。昨日1斗米已经卖到了300文，就连最贱价的洋下水也要260文1斤，加上果品、菜蔬、油盐酱醋，姨娘和2位妹妹每日至少要30文花销，每个人每个月就是1两银子。这还没有算穿的衣裳和住的地方。可是我们顾家比不上从前了，养不起闲人，就连我和九思都要每日出去做工，谁不是日夜劳苦？怎么就姨娘觉得委屈？若是姨娘花些力气就觉得吃亏了，大可以离了顾家。看看在幽州要花上多少力气，才能攒够1个月生计的银子。少夫人，你看看，我也没说什么呀，怎么惹出你这一车子话来了？映红木兰，咱们抓紧搬货吧，晌午之前还要给各家送过去。愣着干什么？帮忙啊，省得人家又说咱们吃闲饭。娘，您来啦。我记着要把这些红色的花瓣搅出姜汁，再加清水，用细纱包着搅出黄汁，然后呢，
放进沤酸了的淘米水里淘洗，如是反复多次，这样搅出来的胭脂啊，纯正匀净，不揉杂色。娘记性真好，一点都没记错。我们顾家当年发家就是靠的胭脂铺啊。那时候我请来了扬州城里手艺最好的师傅，一边跟他商量，一边尝试，改了好多次，最终才得出了一整套方子，像什么画眉的烟末啦，擦脸的霜粉，还有点唇的口脂，全在这方子里。哎呀，想来那都是20年前的事儿了。娘，我们如今用的就是您留在账房里的老方子。世人都说苏州胭脂，扬州粉，我们苏阳的师傅手艺独到，心思细巧，就是那些用料也没有寻常的铅粉，用的都是珍珠、棒粉、蜂蜡、麝香，这份细致是外府人琢磨不来的，就是太费成本了。若是生意好也就罢了，要是生意不好，那我把心放宽，尽管去做，人力做到10分，剩下的皆是天意。知道了，娘。雍州和凉州也乱了。没错，现如今根本就没有什么太平的地方。唉，各处有一些钱粮势力的，都想趁乱而起，唯恐自己起事慢了，被别人家一口吞掉了。那范节使怎么想？范节使从来就没有想过拥兵自立这件事儿。在这乱世当中呢，想要保护幽州百姓一方平安，就必须要有自己的力量。最近我们一直忙着顾防，跟谷物粮草，幸好有你家的资助，才能保住幽州的百姓衣食无虞。那就好，那就好。只是，你为幽州做了那么多的贡献，到最后，只换来一个小小的衙役。不光是我，范节使和我父亲，都过意不去啊。哎呀，这有什么的？当个衙役挺好。唉，最近我也太忙了，也没有关心到你。不知你在这儿过得怎么样？是不是有人为难你？如果发生什么事情，你一定要跟我讲。以我的性格，谁能欺负我呀？放心吧。那就好。喝茶。辛苦了这么久，咱们家这铺子可算是要开张了。咱们家铺子那是顾家的铺子，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上杆子咱们家。娘，大姐姐说了，等开了张还要咱们来帮忙，到时候按月给月钱。月钱能有多少钱啊？就把你给买过来了，那是拿你当长工用的。他还说了，咱们都出了力气，等铺子赢了利，年底给咱们算账分红呢。真这么说的？啊，真的。哎呦，你怎么不早说呢？来，你看看你，要仔细点擦，这都是自己家买卖啊，干活啊！哎呀，自己家的买卖，不早说，真的是。这就到了。夜火，我们回来了！来啦！哇，少夫人订的装匣和盛胭脂的瓶子到了，快来搬货吧。好嘞。哎呦，好沉啊！这好看是好看，可以太大了些吧？这么看，怎么也不像是用来盛胭脂的。你觉得不像，是因为没人用它装胭脂。从今以后，满幽州的人都会知道，胭脂啊就该这样装。这也太漂亮了吧！搬货吧，快！
君，来，你快坐。郎君，今日我有一件事情想要请教你。上次的工钱可还没给呢，这次要求我什么呀？我的胭脂小铺万事俱备，只欠一个名字。我想了想，我有郎君大才，只有你能替我解忧啦。这还抱歉，就叫柳记胭脂铺。柳记？对呀，以前你打理生意那都是顾家字号，纵然别人叫你柳老板，那也是顾家的柳老板。如今你终于有了一手自己经营的买卖，那当然要叫柳记了。虽然很好，但不合适。为什么？太草率了。我若开的是绸缎庄、药庄、小食店，都可以叫柳记，唯有胭脂铺不行。我想要的这个名字要别致、雅气，不能太泛泛，也不能太生僻，让人听一遍就能记住。以后一用到胭脂，就能想到我的铺子，那便成了。起个名字这么麻烦？我们要做的是女子的生意，既然如此，就不能敷衍他们。从名字到包装，再到货品成色，事事处处都要替他们着想。我想着怎么样他们才能动心，才会喜欢。若是连这点心思都不肯动，市面上那么多胭脂铺，为什么要把银子花到我这儿？你看我干嘛？我看着你，突然想起一句诗来。什么诗？云想衣裳花想容。多亏了周大哥帮衬，小店才能顺利开张。这些请周大哥一定要收下，全当送做伯母的一点心意。哦，这些就是所谓的胭脂。这一匣是香雪粉，这一匣是流云霜，这一匣是扫眉用的烟末和打腮匣用的飞霞粉，这4个是口脂，分别代表春夏秋冬4个颜色：点桃、锦薇、丹桂和薄梅。那这在我看来，都是大致相同的。比如这2个颜色看起来不尽相同啊，又有何区别呢？说起来倒也怪得很，这胭脂颜色的区别，男子往往瞧不出，可我们女子只要瞧上一眼，就能看出这一套4季的颜色搭配的既实用又新巧，配在一起有千变万化的妙处。希望玉茹的心意能让伯母喜欢。那就多谢三妹了。少夫人，咱们这么缺钱，怎么还把最好的货送给别人？咱们买卖小，地方偏，想要吸引更多客流，就需要一些比炮仗一类声势更浩大的东西来吸引。是什么？口口相传。
这多新鲜！哎，你这都烂了，你就送我。哎，这不行啊，公子！公子！哎，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来买菜的。少夫人说了，早上菜虽然新鲜，但是贵了些，晚上上摊的时候菜最便宜。正好，你帮我琢磨琢磨，我应该买些什么啊？月钱呀，这是我第一次自己赚钱，我想买些什么送给夫人，买什么合适呢？买什么？娘子，算账呢，累不累啊？今日看上去怎么这样高兴啊？我发了饷言，你猜我买什么了？买什么了？哎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你不是说了吗？这幽州的胭脂不讲究，要把它做成气候，让所有人觉着这大丈夫要是不买花绒胭脂送给夫人，那就不是好男人。这跟以往的礼物可不一样，这是我自己挣银子买的。哎呀，为了不让你知道是我买的，我也是费尽心思。虽然现在还买不起最贵的，但你等等，等我攒够银子，再送你一套。平人间，巨浪层层，硝烟滚滚，护你裙角。不开心？实话同你说吧，最近铺子的生意不太好，10几日了，只卖出些零零散散的小物件。有一件还是你买的，我只知道开局难，没想到会这么糟。一生只因真的。万事开头难，再等等。柳老板这么厉害，一定会扭转乾坤的。可我已经想过法子了，周夫人那边还是没有动静。周夫人？我早就打听过，周夫人是幽州高门女眷中最喜热闹的，家中常有小聚，请的都是幽州名门深董家的内宅。我们铺子位置不好，知道的人不多。我原想着借着送礼物的由头，希望周夫人帮我们散散名声。没想到10几日过去了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你说我是不是法子用错了？仅有的本钱都赌进去了，要是还没有起色，哎呀，先别急，万事开头难，再想想办法啊。玉姨娘在铺子刚开张那会儿啊，马屁拍得可勤快了，成天追着我问分红能给多少。这近来瞧见生意不好，她索性连床都不起了。哎呦，柳老板，哎呀！